来到进转全球，我是吴彩妮。英特尔的股价6天暴跌超过30%，已经跌破了公司净值，堪称半导体类股的跳水冠军。执行长基辛格自掏腰包，他砸下了800多万台币买进自家的股票，而这个动作代表英特尔已经超跌，可以低接了吗？英特尔的股价最近表现会这么的惨，主要是因为它的上一季的业绩还有本季的财测都不如市场的预期，而且公司还预告准备要裁员15000人，并且暂停发放股利。这一连串的利空使得英特尔的股价从8月1号盘后公布财报之前的收盘价29.05美元，跌到上星期五收盘只剩下了19.71美元，累计6个交易日的跌幅高达了32%。如果从基辛格3年前上任算起，大跌了将近70%，远远落后美股大盘同期大涨接近40%的表现。我们刚刚提到，英特尔的股价甚至是破天荒的头一遭跌破了每股净值，这就代表在投资人眼中，英特尔的价值比它的净资产还要来得低。就在英特尔股价大幅走低的同时呢，最新的申报资料就显示，执行长基辛格已经再一次敲进了自己家的股票，延续了过去股价重挫之后他亲自进场买股的惯例，而且这一次花费的金额比起上一次还要来得更多一点。英特尔的股价在8月2号跌破了净值，而从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资料来看呢，基辛格在8月5号出手买股票，而他一共买进了12500股英特尔的股票，全部的花费是252000美元，比起今年5月那一次多出了2000美元，换算成台币呢，总额大约是817万元。以总金额还有股数来看，我们可以算出他这次买进英特尔股票的平均价值是20.16美元，比上一次低了超过10美元。我们刚刚有提到，英特尔的股价已经跌到了每股净值以下。其实，如果想知道股价跟每股净值谁高谁低，观察所谓的股价净值比呢，会是最直接的方法。股价净值比指的就是说，股价去除以每股净值算出来的倍数，数字大于1就代表股价是高于每股净值，小于1就是相反了。这是评估股价是否合理的常用指标之一。那目前各大半导体业者当中，德州仪器还有博通，他们的股价净值比相对都比较高，大约都在10倍左右。台积电是6.7倍。安森美、美光还有革新大概在2倍多到3倍多之间，只有英特尔它的股价净值比在1倍以下，这是1981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头一次出现这种状况。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倍数是0.74倍。从这里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英特尔股价的表现到底有多惨。从英特尔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可以整理出这家公司面临的5大难题。第一个就是它的 CPU 市占率正在下滑，它的市场逐渐被竞争对手超微给抢走了。第二个问题是，英特尔的第13跟第14代 Raptor Lake 处理器出现了一些状况，可能会对未来的营收造成了冲击。除此之外，英特尔虽然一直积极的发展晶圆代工，想要缩小跟台积电的差距，甚至超越台积电，但是目前看起来成果还不明显。英特尔的晶圆代工事业持续的亏损，有一些不满的股东呢，甚至对英特尔提起了告诉，指控这家公司隐瞒了问题。那第4个难关呢，就是信评机构穆迪基于对英特尔获利能力的担忧，调降了它的信用评等，这会造成英特尔的融资成本上升，对营运更加不利。最后一个难题是，英特尔的财务状况已经面临困境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裁员之外，英特尔还打算透过其他的方式，要总计削减上百亿美元的支出。英特尔在上星期五宣布要延后原定在下个月举行的技术创新大会，同样也是出于成本因素的考量。在资源越来越拮据的情况之下，英特尔未来应该要回头去巩固它既有的领导地位，还是要继续分兵冲刺晶圆代工的事业？分析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远水是救不了近火的。2条路都不是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拯救英特尔目前的颓势。而对比英特尔的愁云惨雾呢，台积电海外的布局是持续如火如荼的推进。德国厂在8月20号准备要动土了。那日本熊本县的知事木村进也传出将要在8月25号访台，要亲自邀请台积电在熊本新建第3座工厂。
木村进在过去就多次表达，希望台积电呢在熊本继续盖第3座工厂。8月底准备要借着首都参访台积电总部的机会，来亲自表达意愿。那木村进除了会拜会台积电总部来跟高层会晤，预计他也会参访新竹科学园区的其他厂区。而拜登政府的晶片法案通过满2周年了，台积电新厂的所在地凤凰城的市长盖雷戈特地发文赞扬台积电在当地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促进了凤凰城的经济还有就业。他还让参与台积电学徒制计划的居民现身说法，分享台积电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不过，从2020年5月宣布建厂到现在4年都过去了，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到现在都还没有投入量产。纽约时报在周末有一篇专文去分析台积电为什么难以在美国复制台湾的成功经验。纽约时报就指出，台积电在台湾高度复杂的生产流程是由熟练的工程师跟专业的供应商共同建构而成的。要把这么复杂的制造工序移植到美国，相当的困难。而管理层跟美国劳工之间的文化冲突更是有待克服。就算曾经到台湾参与培训，实际体验过台积电工作文化的美国工程师，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认同公司的要求。而同一时间呢，英特尔也在附近扩厂，跟台积电争抢人才。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持续赶工，但台美文化冲突似乎依旧无解。纽约时报采访12名员工，他们一致认为，台湾主管和美国员工因为文化冲突，让双方感到沮丧。尤其台积电高压工作，更得常常半夜加班紧急召回，这都让美籍员工受不了，成了离职主因。状况应该是没有说更严重啦，只是说这个文化差异本来就一直在了，也蛮多人想要去美国的。我也有同学在那边已经拿到生小孩，准备拿绿卡了这样子。文化磨合不影响台籍员工调派意愿，但美国建厂至今已经4年，仍无法开始量产制造。接下来准备动工的德国厂，专家示警，恐怕面临同样问题。德国的工会会比美国更加的强悍，一旦台积电跟德国的工会发生纠纷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左派政党一定会跳出来力挺他们家自己的工会。只是在美国大选前夕，台积电美国厂又成为媒体关注焦点，这当中恐怕也牵涉政治角力。亚利桑那州目前是处在一个摇摆州的一个阶段，会不会就是说有政党会利用工会在这个时候的话，凸显出很多的问题出来，尤其是针对台积电。美选再度牵动半导体产业，地缘政治敏感神经，首当其冲的台积电，不止内部文化差异得克服，眼前面临的政治风险也不容忽视。经新闻许尚于嘉伟采访报道。再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外界都在观望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对上了共和党的川普，选情到底会不会上演逆转胜？根据《金融时报》跟密西根大学商学院的最新民调，自从换下了拜登之后，美国的选情的确出现了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川普之前狂打经济牌，一路把拜登压着打，但是现在恐怕没这么有效了。其实拜登任内呢，美国的经济表现绝对不算差，但是高通膨让民众的实际感受跟经济数据落差很大，导致拜登在经济支持度方面是始终落后川普。但是8月初的最新民调就显示，美国选民在被问到更信任谁来治理经济的时候呢，有42%的人选择了贺锦丽。我们看到黄色这条线哦，虽然只比川普高出了1个百分点，但这是民主党的候选人第一次在经济支持度方面领先，而且比拜登7月份的民调结果高出了整整7个百分点。而最近美国的经济面临了衰退的疑虑，让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如果能够保持选民的经济信任度，对民主党来说会是最好的情况。从经济前景到货币政策展望的不确定性上升，都是最近市场波动性飙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想要了解目前市场对经济的感受，可以参考一下花旗的经济惊奇指数。当这个指数高于0的时候呢，就代表经济表现普遍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等于是惊喜。但是如果指数低于0的时候，就表示经济比市场预期的更差，可以说是惊吓。而今年以来，美国经济的表现明显是从惊喜
转成了惊吓，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呢，已经从今年2月份接近50的高点下跌到接近-40，而当这个指数急速的下降，通常代表景气迅速的转差，导致市场是来不及反应的。最近全球的经济指数，我们看到黄色这条线也落到了接近-20，显示全球的经济表现也不如市场的预期。但是相较起来呢，美国经济蓝色这条线对市场造成的惊吓呢，还是更胜一筹的。美国这个星期三将要公布最新的通膨数据，市场正在等着看通膨会不会继续降温，联准会能不能在9月份顺利的展开降息。那我们之前提过的萨姆法则显示，美国经济正面临衰退，而知名的经济学家泰勒他提出的另外一个法则，反映联准会可能已经再次落后利率曲线。泰勒法则是用通膨率还有失业率来计算一个经济体应该要有的利率水准。蓝色这条线呢，就是用泰勒法则算出的隐含利率。这条线是黄色的线呢，是美国的基准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这一波大幅升息之后呢，目前的利率区间上限在5.5%。我们比较一下这两条线，在2021年初，泰勒法则算出的隐含利率就已经远远高于联邦基金利率，但是联准会直到2022年的3月份才开始升息，导致许多人就批评联准会对于通膨的反应太慢了。那在去年底的时候呢，这两条线再度出现了交叉，而且差距是持续的扩大，已经相差达到了1.85个百分点，相当于联准会要降息至少7码才能够追上泰勒法则的隐含利率水准。那现在市场之所以急着想要看到联准会降息，就是担心美国经济的降温速度会超过预期，但是联准会却还是动作太慢了。那联准会到底能不能维持独立的地位来运作，可能还要看年底美国人选出谁当总统。川普才刚刚躲过了枪击，这一次又遇到飞机的故障。川普在上周五前往蒙大拿州造势的时候，他的私人飞机故障，被迫紧急降落。川普在下飞机的时候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他不高兴的可能不只是因为飞机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对手贺锦丽的民调超车，也可能是川普很心烦的原因之一。而贺锦丽能不能继续维持超前，关键还要看9月10号的辩论对决。偌大飞机停在机场，看似普普通通的画面，却引发各界关注。坐在飞机里的大人物，可是刚刚与死神交过手的美国前总统川普。面有难色，明显心情很不悦。川普9号被拍到气扑扑走下飞机，因为原本要到蒙大拿州波兹曼市造势，没想到飞机疑似出现机械问题，被迫紧急降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让川普改搭另一架飞机赶行程。川普团队并没有向外公开飞机故障的原因，倒是很贴心释出川普安全抵达蒙大拿州的影片，似乎是想要告诉大家他真的没事。I just landed in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 Montana. So beautiful flying over and. 川普逃过一次暗杀，现在又躲过飞机故障，身为天选之人，说话自然有足够底气。Joe Biden was exposed during the debate. Likewise, Kamala will be exposed during the debate. She will be exposed during the debate or debates. But so far, she's refusing to debate. 但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显然没有要躲过这场口水战。Well, I'm glad that he's finally agreed to a debate on September 10th.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and hope he shows up. Are you open to more debate? I am happy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about an additional debate for after September 10th, for sure. 根据美国经济学人最新民调，贺锦丽的支持率已经成功超车，以47.5%略胜川普的45.8%。接下来9月的辩论对决会成为哪位候选人的加分项目？力拼选民好感度的金牌赛，恐怕会跟奥运一样精彩。经新闻王家正、黄品杰报道。前瞻247带您掌握未来7天每天24小时的财经大事。这个星期第一个要关注的是美国周3公布的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正在密切的关注 CPI 的年增率会不会进一步下滑到2字头，朝着联准会2%的目标再迈进一步。那在亚洲方面呢，日本将要在星期4公布第2季的 GDP， 预料成长率将会由负转正，代表经济重返扩张，而且成长的幅度可能会超过2%。
主要是受到了民间消费的拉动。那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台湾主计总处星期五要公布的最新 GDP 的预测，预料今年的成长率会小幅度的下修。主计总处也会首度公布明年 GDP 的成长展望，同样也是外界相当关注的焦点。我们继续来关心乌俄战争的最新战况。乌克兰近期在俄罗斯边境发动了突袭，挺进了俄罗斯境内的库斯克，这是乌克兰截至目前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跨境攻势。不过，俄罗斯也进一步的反击，空袭了乌克兰的东部。在周日还传出在扎波罗热核电厂来纵火，而俄罗斯的好邻居白俄罗斯也出面帮忙，加强对乌克兰的边境防卫。乌军发起反攻，进军俄罗斯本土，俄国边境城市库斯科成为新战场。除了以往的陆战攻势，乌军更发动了空袭。俄罗斯官方称，攻击造成了13名平民受伤。库斯科州政府也呼吁民众尽快撤离高风险区。Якщо б наші не пішли, вони б пішли. Вони ж готувалися вже. Вони в маю готувалися. 居住在两国边境的乌克兰民众不仅能见到坦克聚集，飞机呼啸而过的巨响也听得一清二楚。库斯克遭到反攻，莫斯科宣称乌克兰军队已经深入自家境内30公里，而俄罗斯也展开反击。Ми фіксуємо і кожен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і кожен з таких ударів заслуговує на справедливу відповідь. 不止在库斯克攻击乌军，俄罗斯也朝乌克兰坦克车发动攻势，更向基辅附近发动空袭，整个乌国东部都在空袭警报范围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更指控俄军向扎波罗热核电厂纵火，不过目前并没有核能安全受到影响的通报。乌军向俄罗斯边境发动突袭攻势，作为俄罗斯的好兄弟，白俄罗斯也出面指控乌军无人机攻击俄国时侵犯到自家白俄领空，强调已经出动坦克和增派部队，要强化和乌克兰边界的防卫。为了抵御俄军入侵，乌克兰绝地大反攻，但势必也将让战局更加扩大。今新闻林子黄品杰报道。而中东的局势也是持续的升级，以色列跟哈马斯在各方的斡旋之下，原本要在15号重启停火的协商，但是现在传出双方参与协商的意愿仍然不明朗。而以色列在周末空袭了加沙一所收容难民的学校，造成超过上百人死亡。美方就表示正在寻求更多这一次攻击的细节，并且再次呼吁以色列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抱着孩子的遗体，男子哭得泣不成声。加萨市难民收容地点，9号晚间到10号清晨遭以军空袭，上百人身亡。سمعنا صوت انفجار ساعة الصلاة المصلين كل اللي كانوا يصلي في الجامع كلهم راحوا لحم أشلاء احنا كنا نايمين وهبوا النار اجى علينا。由于收容点属于学校与清真寺复合建筑，当时正值早晨祈祷时间，大批民众与神对话之际，却成了亡魂。هذا اليوم وفجر هذا اليوم وهم ينوون أداء صلاة الفجر ب3 صواريخ 2 من الطائرات الحربية وصاروخ من 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居民表示，以色列要袭击前根本没事先通知，不过以军却这样说。We also have intelligence indications that the terrorist Ashraf Judah, Islamic Jihad's brigade commander of the central camps, was at the compound. 以军表示，收容中心有哈马斯分子，同时被袭击的建筑是哈马斯跟伊斯兰圣战组织所使用的军事设施。I think we are getting closer to a regional conflict. 据伊朗当地媒体9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高层也表态要对以色列进行严厉惩罚。美国总统拜登也对伊朗发出警告。Mr. President, what's your message to Iran? I believe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o avoid civilian casualties. 加萨冲突恐怕还会再蔓延扩大。经新闻叶以文、黄品杰报道。菲律宾上周3才刚跟美国、加拿大还有澳洲在南海进行了海空联合军演，8月9号就接着跟越南举行了海岸防卫演习。海上船只冒出火光，临近的越南海洋警察司令部船舰赶紧洒水灌救。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也驰援，再出动直升机搜救落水船员。Ma-improve pa natin yung interoperability natin with other
sa foreign na country, sir, pagdating sa search and rescue and sa other incidents sa dagat, sir. 菲律宾和越南8月9号在马尼拉湾口举行历来第一次的联合海岸防卫演习。由于菲越两国都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纠纷，也多次与中国海警在争议海域发生冲突。即便并未明说，也强调重点在搜救、防火与防爆，而非模拟军事冲突演练。但这次演习仍被解读为有向中国释放讯息的意味。 Being an ASEAN nation also, na maganda na magkaroon tayo ng at least yung bang iisang direction, no? 越南海警舰艇在5号就已经抵达马尼拉，双方相互登舰，也进行体育交流。不过越南向来与中国友好，官方也未使用军事或海军演习的措辞，显然无意卷入大国冲突。 然而，对于北京在南海的持续扩张，相关国家联合行动频频。8月8号才刚结束的美国、澳洲、加拿大、菲律宾4国多边海上合作军演，共同宣示促进南海法治，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畅通。此外，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与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也在8号进行双边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强化两国国防合作，并且重申台海和平重要性。经新闻，图音报告，周崇伟报道。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警方最近在一家大型银行附近意外发现了一条超过200公尺的隧道，差一点就爆发宛如电影情节的大型偷窃案。 街道旁围起一道道栏杆，中间巨大无比的天坑，竟然是成为百万富翁的快速通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物流司机8号停车时发现车底下传来奇怪的挂失声，没想到是一根诡异的金属棒从地下窜出，让他马上通知警方展开调查。 当局下令挖掘行动，就在向下挖到3.5公尺处，竟然出现一条超过200公尺、修建完整的地下隧道。用的不只是水泥墙，还有灯具和通风管道。而这条隧道的尽头是阿根廷第2大国内私人银行的保险柜。警方一问之下才发现，附近居民其实早就听到动静，但误以为是合理合法的修建工程，因此没有多加留意。 y yo escuchaba un poco el ruido de los golpes y esas cosas, pero lo ignoré porque para mí me pensaba que era algo como, no sé, algo normal. 调查人员估计，这条通往发财的隧道工程耗时6到9个月，精细程度堪比工程大师的杰作。推算嫌犯打算在下周行动，好在及时发现，成功阻止一场大型偷窃案。Muy normal, hay mucha inseguridad. Esto es moneda cotidiana, o sea, tranquilamente pudieron trabajar porque no hay nadie que controle lo que sucede acá. 根据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伊西德罗也在2006年发生类似案件，当时窃贼成功用通道盗取银行1900万美元，超过新台币6亿元。如今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找到这名被犯罪耽误的天才工程师，将他快速逮捕归案。经新闻王家正、吕家涵报道。明天晚上9点半，请持续锁定86台精转全球节目。最后带你到加拿大欣赏港都风情。精转全球，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